摩纳哥跟摩洛哥很容易搞错，摩洛哥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小国家，而摩纳哥又完全不一样了哦。它濒临地中海，面积只有1.95平方公里，台北市的面积是272啦，2722.72哈，比摩纳哥是怎么讲？台北市272，摩纳哥是1.95了，所以呢，你看台北市比大偌济，它是世界上第2个的小国家，国土呢西南边被法国包了起来。世界第1个小国家，我们所理解的是梵蒂冈啊。一进入摩纳哥，一栋比天还高的大厦，超薄就在这个地方，到处都看得到。摩纳哥，它以赌场、以 F1 赛车跟它的免税闻名在全世界。但背楼宾馆照几乎都是名牌的跑车，偶尔经过身旁的帅哥美女，身上穿的、提的也可能都是名牌的限量款哦。看到摩纳哥，你是不是就会想起了影星格丽斯·凯莉嫁给雷尼尔3世那一段浪漫的婚姻呢？虽然格丽斯王妃不幸因为车祸而离开，但是摩纳哥的境内到处可以看得到王妃小故事的立碑。刚刚有看到很多的立碑吗？但是的国土面积太小，所以国内的高楼林立显得拥挤不堪，但是也塑造了一个悬崖旁边的城市。摩洛哥其实就是中文译音的不同哦。摩洛哥 MOROCCO 哦 Morocco， 那摩纳哥 MONACO Monaco 哦，完全是不一样的念法啊，完全不一样的念法啊。摩纳哥其实我告诉你，消费也不便宜哦。你给它加添加哈，光是停车费呢就把你吓得闪尿哦。其实澳洲东西安呢哈，到处都是使用者付费的痕迹，到处都是哈。那这使用者付费的痕迹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在国外就是这样子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没有那么便利啊。这来澳洲去的人应该拢了解啦哦，拢了解。摩纳哥的大教堂就是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大教堂呢，建筑的风格看得出来吗？它这种是罗马拜占庭式的建筑，许多的王室成员呢都葬在了摩纳哥大教堂。其中最著名的凯勒斯就是之前我刚刚所说的那个王妃呢，也葬在这个地方哦。进来这里面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教堂内有许多的墓碑，而其中一个呢，也就是之前王妃的墓碑就在这里面哦。那这个也是摩纳哥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啦哦。这个之前我刚刚有提过呢，每一个人哦，应该不能说每一个人啊，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哦，一个女星格丽斯·凯莉啊，格丽斯·凯莉啊。格丽斯的墓碑呢，他当时车祸身亡之后呢，也就葬在这一座摩纳哥大教堂里面哦。所以大教堂充满了非常多不一样的氛围啊，既浪漫又庄严。
南法海岸的摩纳哥哈，我们常听得到哦，摩纳哥，还有什么蒙地卡罗哦？蒙地卡罗是什么？摩纳哥是什么哦？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听到这两个名字哈，就穿梭在这个里面哦。那这也是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地方哦。那这个东西呢，我必须跟大家特别的讲解一下蒙地卡罗。在法国的境内，地中海的蔚蓝海岸沿岸有一个地方叫做摩纳哥。这个地方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蒙地卡罗哦，而这个地方呢，差别在哪边呢？就是摩纳哥的首都蒙地卡罗。很多人常常会讲到蒙地卡罗这个名字，但是其实呢，它就在摩纳哥里面哦。那从法国的尼斯开车进来都可以哦。法国的国铁 SNCF 在摩纳哥的首都蒙地卡罗也有设站哦。那这个地方其实呢，重点是这个城市的有钱哦，赌场盖得比皇宫还高级，千真万确。蒙地卡罗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不难理解，是为了应付了赌徒的需求。整个蒙地卡罗最华丽的建筑物呢，绝对称得上是大赌场哦。赌场外有修剪工整的美丽草皮跟这个花圃哦。当然，我们现在进来的是摩纳哥的主教堂哦。那我们现在莫妮卡在拍的那个地上呢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每一任的教宗呢，在欧洲是这样哦。每一任的教宗，当他死去之后呢，他就会葬在这个底下。有名的人啦、王妃啦，有没有？王公贵族啦，全部都葬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的莫妮卡呢就一直在拍地上这个东西哦。不知道是没有来过，所以着眼点不同还是怎么样哦。但是呢，不要见怪哦。这个在欧洲就是这样子哈。有很多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对老外来说，他们也不会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就是来到这个所在，因为干嘛讲哦？以前的那个教宗呢，而且王子王后呢，站在这边立一个墓碑在地上呢，反而更显这个地方的神圣，然后保护了这边哈。摩纳哥能逛的景点呢，非常非常的有限，一个这个地方非常的小哈。规个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呢，就是观光哈，这听起来就矛盾了哈。换句话来说，大家进行的任何消费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昂贵。原本想要参加的，你来到这边要参加的任何一个景点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昂贵。所以来到这个国家其实跟我们以前有介绍瑞士境内的小国列支敦士敦一样啊。其实这个地方呢，很多时候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进来这里面呢，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的感受是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奢华的城市，了解一下百闻不如一见的摩纳哥，了解吗？这种感觉，旅游起来就非常的不一样。好莱坞巨星葛丽丝·凯莉让这个小国家更是广为人知哦，真的哦，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你一个国家再有名呢，都不会比你娶到一个有名的明星还要有名，对吧？这就是很像摩纳哥已故的王妃葛丽丝·凯莉27岁其实以当红美国女星之姿嫁入了王室，由平民变成了王妃，羡煞其他的人。她生前的典雅形象，至今仍是时尚的偶像。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拍希区考克电影《捉贼记》的期间，参观了摩纳哥皇室，认识了当时大他6岁的能里尔亲王，两人一见钟情，隔年就结婚了啊。那也要喝康参观了一个皇室料给国王看的太好了所以我们以后没事也要常常去参观一下皇宫看能不能被谁发现那在当时的时候呢，电视还不普遍，但是当时的婚礼呢，吸引了全球约3000万人的收视户来去收看。在1955年所以呢，它美丽却平民化的作风呢，依然是镁光灯的焦点。它用来遮住孕妇的这个 Hermes 的手提包呢，也变成了非常有名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Hermes 有一个叫做凯利包。凯利包是怎么来？我们在大概有听过不 ？Hermes 的凯利包怎么来的？就是葛丽丝·凯莉这个好莱坞的女星，当时嫁给了大她6岁的摩纳哥的亲王雷尼尔亲王。两人结婚之后，她怀孕的时候，羡煞所有人的公主与王子的结婚故事。
当时怀孕了，伊甲迄颗袋啊放了伊腹肚头前，变成了经典的凯利包哦，一卡过了十万哦，这个就是永恒的格丽斯。而格丽斯后来呢，也有被拍成一部作品，由妮可基曼Nicole Kidman 演的，叫做《永恒的格丽斯》哈。那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格丽斯生下一子一女之后呢，原本还想复出拍片哦，但是呢很难呐哦，所以呢，你知道吗？当时格丽斯生下一子一女之后呢，本想复出拍片，她向神父倾吐心声的时候呢，对方告诉她，你大概不可能再看到你自己的孩子了，全世界也会失望。所以呢，当时的亲王用舆论禁止他去什么，再去回到影视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我怎么说呢？我们换另外一个立场来说，好不好？电视行业还是非常吸引人的哇！这些那么多，这个是什么？不是饭团哦，也不是空投油哦，这是炮弹哦，那是拿来展示用的啦，来得起扛的啦哈。如果里面有，这太阳一晒还得了哦，这个遍地开花哦。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家常讲哦，豪宅的饭碗哦，有钱人的饭碗不要喝旁哦，所以呢，人吼，我讲过吼，麦克别人哦，克家己上紧哦。